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酿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辛普森一家第4季第21集。电视上正在介绍各种奇葩发明，不过这都是为了引出本次重头戏。长久以来，脑门是唯一获得橙汁的工具，但如今有了榨汁机这一传世发明，一切都变了。先来看看发明者尼克演示一下，只见他将好几个橙子都扔进榨汁机里，然后机器又开始轰隆轰隆的运转。主持人极为夸张的说：“尼克，他真的在榨汁吗？我怎么什么都听不见？”初步判定这人不是聋了，就是将观众智商按在地上摩擦。终于榨汁完成，一袋橙子出了一滴汁。就是这样一个费钱又鸡肋的发明，成功引起了辛巴的注意。他忙打电话订购。此时远在日本的工厂正在打包辛巴的榨汁机，一位感冒的员工没忍住朝箱子里咳了几下，于是细菌和榨汁机就被一同送进了春田镇。辛巴打开包裹，瞬间就被细菌包围。接下来中招的还有校长、辛巴的姐姐们，直到最后大阪流感席卷了整个春田镇。据电视台报道，已经有300个病例了。辛巴给儿子量了体温，很正常，去上学吧。不过小新是谁呀？直接指挥细胞们放弃抵抗，让病毒大摇大摆的入侵。于是小新如愿以偿待在了家里，喝着饮料，看着动画片，好不快哉。这让他因大笑而咳嗽不止。电视直播了市长的紧急声明，市长表示，因为这次疫情，他取消去巴哈马的度假计划，是要与这座城市共存亡。这当然是不可能的，他现在已经开始度假了。秃头倒是一点也不担心这次瘟疫，因为他已经给自己造了一个无菌室，谁知里面已经有人了，那就是在工作时间偷车辛巴。所以他到底是怎么进去的？群众围住了习医生的家，他们高呼要接受治疗。习医生告诉他们，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卧床休息，其他的任何东西都只是安慰剂而已。谁知这群人又开始翻找安慰剂，结果就被蜜蜂包围了。罗德激动地告诉父亲，托德显灵了。可不嘛，这孩子正胡言乱语呢。弗兰德摸了摸罗德头，我也希望是这样，但这恐怕只是发高烧说胡话而已。兰德很难受，为什么上帝要抛弃我们？弗兰德回想了一下，难道是因为那次看了福克斯电视台？原来传言是真的，看了就要倒霉一辈子。辛普森家现在也是乱成了一锅粥。辛巴作为家里唯一一个正常人，不仅要照顾3个病号，还要满足爷爷喝酒的要求。辛巴来到超市买家人所需要的东西，脑子里不断回荡他们的声音：妈妈，我要橘子汁儿。弗里斯通拒绝辛巴卡，我想看治安官罗伯。渐渐的，辛巴越走越快，到了最后，货架上全是丈夫和孩子的头。终于结束了，辛巴结完账就往外走。谁知当他踏出超市门的时候，报警器响了。阿普安慰辛巴，一定是警报器坏了，然后用印度语悄悄吩咐伙计。就在伙计帮忙收拾地上的物品时，突然他看到辛巴大衣里揣了一瓶酒，很明显这个他没有付钱。就在辛巴不安的搓手之时，超市外聚集了大量的警车。辛巴辛巴找到了律师，辛巴告诉他这是一个误会，自己不是故意不付钱的。律师让他不要担心，然后他看了一眼审判表，法官竟然是施耐德。律师曾反复扎了他的儿子，所以他一直怀恨在心。看来辛巴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辛巴表示自己去找阿普谈谈，他应该是个理智的人。此时阿普和伙计正在店里狂欢，辛巴直截了当表示希望阿普能撤诉，但他拒绝了，他想封杀辛巴一段时间。辛巴很生气，连老顾客的面子也不给了嘛。阿普表示很遗憾，这是连锁店，总部有政策的，必须让小偷受到最严厉的惩治。辛巴失望的走了。警长和市长正在蒸桑拿，警长悄悄地说辛巴在超市行窃被捕了，还嘱咐市长不要外传。事实证明没有人能保守秘密，市长很快就在公众面前说辛巴是一个小偷，人们也开始议论纷纷。胡福老师对牌友说，上个圣诞节辛巴给他们做的姜饼人里面竟然有一根头发。习医生也有辛巴的八卦，他的脚趾间有蹼。牧师的妻子也随声附和，这也太恶心了。只有牧师实在听不惯这些坏话了，他只希望他们能快些闭嘴。就连一直以大善人著称的弗兰德，如今也学会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。他表面上安慰着辛巴，说法律也找过他们的麻烦，实际上在辛巴去洗手间后，让妻子监视他的一举一动。看他扶正了相框，莫德冷漠地说，你只管洗手然后出来。审判之日已到，对方律师很有自信，甚至已经开始讨论哪个演员更受欢迎。辛巴律师就比较怂了，直接就说我觉得他能赢。对方律师开始询问证人，首先是牧师的妻子，作为八卦之王，他说辛巴挣的不多，而且家里一团糟，在他看来辛巴应该是酗酒的。为了证明，他们还准备了纪录片，但其实画面中始终没有出现辛巴的脸。轮到辛巴的律师了，他向阿普表示辛巴只是忘记了他拿了一瓶酒，难道你就不曾忘记过什么吗？阿普很肯定，没有，圆周率我都能背到小数点后4万位，最后一位数是1，他真的不是只背了这一位数吗？律师决定现场检验一下，那你说我今天打的什么颜色领带？阿普没有丝毫犹豫就说出了正确答案。律师显然不肯就此放弃，趁着背过身去将领带藏于袖子，然后告诉阿普自己根本没有系领带。惊讶之余，阿普开始
始反省自己，如果他这次错了，是否也有可能错怪了星妈？律师在家与他们一同吃饭，他告诉孩子们，我预感你们的妈妈不会坐牢。孩子们自然是欢呼雀跃，小新更是表示长大之后要成为他这样的律师。终审的时候到了，星妈律师很自信的表示自己已经辩护完毕。这时法官开口了，你知道自己没有穿裤子吗？最后结果也已经出来了，陪审团们判定被告有罪，法官宣布处决结果入狱30天。星妈好好的抱了抱孩子们，嘱咐他们自己不在的时候要乖。小新倒是已经想到了劫狱，在幻想中他男扮女装勾引监狱长，然后取得牢门钥匙。辛爸也十分不舍妻子，他已经习惯了妻子为他准备一切。拥抱过后，辛妈被带走了。阿布觉得自家店终于安全了，谁知他的整个超市都被人偷了。辛妈在监狱里迎来了新室友，一个喜欢撸铁的女人，她杀了自己的丈夫。辛妈倒是挺适应监狱生活，毕竟不用做饭就有吃的，家里的孩子们就没有这种好日子了。辛爸不想洗碗，所以干脆让孩子们对着龙头或者牛奶盒喝，吃饭的时候站在水槽或者马桶边吃。至于小新的穿衣问题，就让他在后院自己爬，自然而然就换掉了。新小妹提议每个人都做好自己那份，房子就会很干净了。然而仅过了10分钟，房子就毁了。兄妹俩告诉父亲他们没衣服穿了，辛爸直接让他们上阁楼找，他现在正穿辛妈的婚纱乱晃呢。就连午餐也只是一包糖和扑克牌上的花生酱。小胖子过来嘲笑小新，你妈妈是个囚犯，你妈妈也是。对哦，那我们一起玩吧。探监日到了，全家人都来看望辛妈。当问及家里的情况时，小新说他们正在喂养一只鳄鱼。没错，老辛普森正在逗他。到了辛爸辛妈的独处时间，辛爸表示自己不会强迫他们可以只拉拉手聊聊天。谁知他话音刚落，辛妈就像饿狼扑食一样扑倒了辛爸。莫德和牧师的妻子正在卖糖果，有人询问是否有美味棉花糖，莫德很遗憾的表示只有辛妈会做那个。说罢，人群失望的离开了。等到清算的时候，刚好缺了辛妈的棉花糖钱，这样的话还能做林肯雕像吗？财务表示恐怕只能做个便宜点的了。这个便宜总统就是吉米卡特。人们愤怒了，拜托，这史上最差的总统。说着就开始破坏雕像，无以复加愤怒毁灭了春田镇。人们高举火把肆意烧杀抢掠，而草包警察根本无所作为。莫德祈祷着如果辛妈在，一切就不会发生了。辛妈终于迎来了出狱时刻，辛爸早已在外面等候。孩子们看着凌乱家，必须要有所行动了。于是两孩子齐心协力，将垃圾全部扫到了地毯下面。家门外聚集了几乎所有的镇民，他们都在等辛妈回家。辛妈下车后，牧师妻子率先上前，我们以前不应该让你走的，从此以后我将用八卦之力为人们造福。洗衣生也组织大家为辛妈欢呼，而那个便宜总统雕像此时也加上了高耸的头发，就勉强把它当作辛妈吧，毕竟是孩子们的新玩具。如果一个坏人做了一件好事，那么大家就很轻易的能够原谅他之前的所有过错。反之，一个好人做了一件坏事，那么他一定会被千夫所指，万人唾骂。辛妈就陷入了这样一场风波中，原本就不是有意为之，然而一次失误却败光所有路人缘。本应是人之常情，可以理解，但流言就像流感，传染性极强，让人们似乎有了某种默契，突然之间都开始讨伐辛妈。他们很清楚他平常的为人，然而谁也没有放过这个踩一脚的机会。就连送姜饼人这样的善举，也能被强行用一根头发扭曲性质。他们的看家本领便是落井下石，原因无他，满足自己的优越感和存在感罢了。内心狭隘，便如坐井观天，自以为天下人心尽在掌握，实际眼见的国是头顶上的方寸之地。如果不是发现辛妈的价值，也许直到他们老了，都能成为养老院的谈资，毁掉一个人或者造就一个人。这样重要的生杀予夺之权，竟然掌握在这样一群人的手中，难道不是一件让人不寒而栗的事吗？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、评价、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